我是退伍炊事兵，和发小赵志强合伙在沈城开烧烤店。我买食材、调酱料、烤肉串，他管经营和账目，说好55分成，年终结账，利润250万，他给我6万。店是我租的，水电我交的，你就烤串，这钱不少了。我点了收款，没吵没闹。没翻脸，转身就在他隔壁租下了店面。后来他的店没人光顾，设备生锈，房租欠缴，员工全走光。他跪在我店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我救救我，可我只会看着他。麻烦走远点，你影响我顾客食欲了。今天是分账的日子，赵志强开着豪车，带着金链名表，搂着新交的女友走到我面前。今年生意不错，店里净赚250万，这6万拿着给你妈看病吧。这一年，备菜是我，调料是我，烤串是我，每天烤到凌晨3点，早上8点又要去采购，250万，他只分我6万。兄弟，账不是这么算的，店租、水电、人情打点，哪样不要钱？我下意识看了他一眼，他花着赚来的钱开豪车、戴名表、撩女人，却把这些都算店里的成本。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以为店名叫老兵烧烤，他就真是老板了？这店姓赵，阿深，你没学历、没人脉、没背景，我看在发小的情谊上才留你在这烤串，一年6万不少了，快回去吧，你妈还等着你呢。我没吵没闹，只是点了点头，知道了。对了，15号周哥他们又要来团建，你提前订最好的肉和海鲜。明年他的厂要扩张，到时候还来我们这儿。周哥是沈城的大老板，也是我们的第一批顾客。他的厂里有几百号员工，来团建之后，1传10，10传100，带火了我们的店。沈城上千家烧烤店，我们只认老兵烧烤。赵志强以为是他靠交情留住了周哥，但他却不明白，是这秘制酱料征服了他们的味蕾。阿深，年底了，强子给你发了多少钱？发了挺多的，强子说了，明年生意更好。那就好。强子换了大奔，邻居都传你们赚大钱了，妈就怕你吃亏。妈，您安心养病，别替我操心。等我攒够了钱，带您去大医院。妈，对不起，是我错信了小人，让您失望了。但今后我不会了。这店姓赵。你好，店面还出租吗？房租1个月2000，里面的设备都能直接用。我算了一笔账，除了房租、水电和我妈的医药费，6万块足够租下这个店面。我租3年。不过，我们店离老兵烧烤很近。我知道，明天上午8点，我们在店里签合同。爸，强子提辆大奔儿，我都看到了。阿珍，你和爸说说，干这1年，强子究竟给你分了多少？你不说爸也知道，强子那人精明惯了，你也不小了，有些事儿你心里得有杆秤。爸，我知道，知道就好，早点睡吧。做出盘下隔壁店铺的决定，不是和任何人赌气，我只是想明白了一件事：赵志强从来没有把我当兄弟，他只是缺一个干活的人。小申心里有事，他是不是被强子给欺负了？别瞎琢磨，孩子有数。吃了药休息吧。都是兄弟，有我一口饭吃，绝不会饿着你。你以为店名叫老兵烧烤，他就真是老板了？这店姓赵。爸说的对，6万块能看得出谁是兄弟，不算亏。之前赵志强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接起来，只怕店里有什么事情。而现在我只觉得嘲讽。喂，阿深，
大年29，我订了城里最好的利顺酒楼的年夜饭，咱俩一块聚聚。不用了，我妈身体不太好，怕不方便。就吃顿便饭，我回头把饭菜都带过去，你就多准备2张椅子，没什么不方便的。好几年也没去给叔叔阿姨拜过年，我带着小芳和我爸妈一起去。今年赚了不少，咱2家一块聚聚，别跟我客气啊。我知道赵志强如此殷勤，并非真心实意，只不过是担心他在饭桌上炫耀的时候，少了个能够踩在脚下的对象，把我们家当做他彰显优越的垫脚石。对了，给你那6万块钱没乱花吧？没，钱我都存起来了。这就对了，给叔叔阿姨买点好吃的补补。15还得忙周哥公司团建的事儿呢，得提前预定食材，你别忘了。他话里话外分明就是想让我把这钱垫付采购，拿了他多少就得1分不差的吐。知道了。这些年他像乞丐一样打发我，却还想让我继续像傻子一样被他使唤。这6万我不仅要花出去，还要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花在最让他恐惧的地方。房东是这片出了名的二房东，林深是吧？你想好了，就在老兵烧烤的隔壁开家一模一样的烧烤店。想好了，兄弟，我可得提醒你，隔壁那家赵老板可不好惹。你要在这儿开店，他肯定得和你急，那是他的事儿。行，现在这店交给你了，祝你好运。这家店铺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只是很久没有使用，破损的桌椅胡乱地摆在角落，柜台上也落了厚厚的一层灰。但只要仔细清理，其中的设备都能正常运转，给我省了很多麻烦。现在签下了合同，我才感觉到压力迎面而来。在原先的老店旁边再开新店，不仅原先的烧烤配方要再做改良，菜品也要再更新，得做出新的招牌菜，才能有一线生机。什么事儿？说。你这边还招人吗？小雨是赵志强招来的兼职服务生，虽然之前在店里的时候关系还算不错，但在刚租下店面的节骨眼上，我不能用任何一种可能去赌。申哥，我知道你的手艺，也知道赵志强的店到底是靠什么撑起来的。强哥那边我不想再干了，那人你也知道，对客人点头哈腰，对我们服务员，这几天下了班之后，他总是让我去陪他应酬，我不想去。我这儿刚租下来，还没有开张。没关系，正好我可以打扫卫生、擦桌子，我可以不要工资，只要管饭就行。小雨是个大学还没毕业就出来兼职的单纯姑娘，我相信她不会为了来一个连收入都还没有的新店打工编出这样的理由。更何况，我现在确实也需要一个帮手。明天上午8点来帮我擦桌子。好嘞，申哥。有了小雨帮忙，店面很快焕然一新，我也能够专心在厨房里改良烧烤料的配方。赵志强以为他学会了烧烤的秘方，其实那只是最基础的调味，真正的好味道是只要一沾上味蕾就能够判断出究竟是谁的手艺。小林啊，烧烤这东西3分烤7分料，不是什么都有就好。你得知道东西是烤给谁吃。周哥的厂里有几百号人，天南海北的都有，太麻太辣，北方人受不了；太甜太腻，南方人又不买账。我得找一个折中的法子。桃酥增香，蜂蜜提鲜，北方的醇厚和南方的回甘，就都在这一碗里了。申哥，这是什么？好香啊！这也太好吃了吧！和我以前吃过的烧烤都不一样。具体说说。有蜂蜜的香甜，但连吃几口又不会感觉到粘嘴发腻，同时还有酥脆的颗粒感。申哥，这是什么？这就是申哥烧烤的独家秘方。一咬下去，鲜嫩的肉汁在口腔里炸开。对视的片刻，我从小雨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惊喜。
我听说前2天有人把老兵烧烤旁边的店给租下来了，我还琢磨是谁。哟，原来是我们阿申啊！你那6万块钱不留着给你妈看病，也忒不懂事儿。隔壁水果摊的刘婶嗑着瓜子，探出头来看热闹。哎呦，你看看现在的小年轻，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勤俭持家，跟强子干得好好的，心气儿高，非得出来单干。要我说呀，林深这就是太不顾家。强子刚给他发了6万块奖金，不带着他妈上大医院，看看全扔这破店里了。真想在这儿开个店，哥也不拦你，但你们俩可别耽误了正事儿。15号周哥厂里团建，我没忘。阿申，今年哥赚了钱，也不能亏待自己兄弟。29那天，我订了利顺酒楼最好的年夜饭，带着你嫂子一起到你家去给叔叔阿姨拜个年，都是自己家人，你可别拒绝我的一番好意。自己家人，这3年来，我正是把他当做了自己家人，才费心费力的起早贪黑的采购食材，收拾店铺。既然他想继续演兄弟情深这出戏，那我就陪他玩到底。我打开门，手里拎着饭盒的赵志强和王芳站在门外。阿申，这是我女朋友芳芳。王芳站在门外还没进屋，眼珠子就转了一圈，仔细地打量着我家里简单的陈设和我父母朴素的衣着，眼里是不加掩饰的轻蔑。芳，这就是我的兄弟林深，这几年一直在店里后厨帮忙烤串。帮忙烤串，3年里我付出的所有心血，在他的嘴里就变成这轻描淡写的4个字。听到这句话，我爸妈妈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看向我时表情是满是担忧。我却笑了一下，大方地接过了王芳手里递过来的食盒。嫂子好，那天在车里见过了，我是林深。赵志强脸上那原本准备好看戏的表情僵了僵，大概是没有想到我能够如此平静。我爸站在一旁，没有直接挂脸，面上却也没有了一开始对赵志强的热情，而是带上了几分面对陌生人的疏离。我妈则是勉强笑了笑，进来坐，都是一家人，别见外啊。饭桌上，赵志强当着我父母的面端起长辈指点晚辈的架子，字句中都是他对我的指点和施舍。当年你退伍回来，除了烧烤手艺，什么都没有。要不是我伸手拉了你一把，留你在后厨帮工，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工地搬砖呢。我爸勉强笑着，看向赵志强的目光中多了些冰冷的审视。我知道他是在压抑着怒火，不想在热闹的年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强子这孩子确实够仁义，自己当了老板还不忘拉兄弟一把。应该的，都是发小嘛，我也不能让阿申白辛苦。这不年关将至，我给阿申包了个6万块的大红包。咱们阿申也是个有主意的，转头就在隔壁租了个门脸儿，准备自己当老板了。听到赵志强说这句话，饭桌上一静，我爸端起酒杯里的手顿了顿，我妈的脸色则是直接白了。我听说这事儿的第一反应，好事儿，年轻人有上进心，应该支持。不过有一句话哥得劝你，这做生意和烤串不一样，里面门道可深着呢。小申，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阿申，真不是哥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叔叔阿姨说一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那6万块钱你好歹存起来，给阿姨买点好药，也总比这全打了水漂强啊。阿申能迈出这一步，我是真替他高兴。就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别让他们跟着折腾操心。你这要是实在做不下去了，别硬撑，回来找我。实在不行，把店给我也成，后厨那位置永远给你留着。婶子，你也多劝劝你们家小申，这开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经营的不好，那可是容易把你们俩的养老本都给赔进去的。强子就是心善，要是换别人早就急眼了，哪有自己兄弟在隔壁开一样的店，这不明摆了抢生意吗？听到他们一家人的混账话，我妈的眼眶红了，我爸则是捏紧了酒杯，一言不发。我默默攥紧了拳头。林深啊，你说你1个月才挣多少钱？嘴上说的是关心，每一句话却都是在告诉别人，我林深不过就是一个臭打工的，没有他赵志强，什么都不是。强哥，这杯酒我敬你，多谢你3年以来的照顾。阿申，客气啥，都是兄弟。过2天周哥那大单还指着你来帮忙呢。我仰起头，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的一句兄弟落在心里比白酒还要辛辣。强哥，
我妈身体不好，不能久坐。吃完了饭，我送送你们。赵志强和王芳走后，家中气氛有些凝重。爸站在窗边，点上了很久没抽的烟。阿深，强子说的那些话，妈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什么该买点好药，咱们自己家里的事儿，还轮不到外人说道。爸妈，对不起，今天让你们跟我受委屈了。小申，爸就问你一句，开店你是认真的不？是。那就干。强子不厚道，但爸活了半辈子，明白一个道理：钱能拿走啊，店能拿走，但手艺永远是你的。只要你有那手烤串的本事，到哪儿都饿不死。小申，这是去年我们俩攒下的退休金，有2万块，你先拿着。妈，这钱我不能拿。你妈给你，你就拿着。家里吃的喝的，还有你妈的药都还够。开店的房租、食材本金，哪样不要钱？你要干正事儿，就放心去干，别因为钱的事儿束手束脚。你爸说的对，强子的话你别放在心上，只有咱们一家人好好的，才是真的。这些年妈一直病着，为了这个家，爸戒了烟，好几年也没有换新衣服。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笔钱攒得有多不容易。爸妈，你们放心，绝不会让别人有第二次侮辱我们家的机会。我拉着爸妈布满皱纹的双手，心里沉甸甸的。我知道他们交给我的不仅是一份存折，更是对我的信任和家中顶梁柱的责任。小雨发来了一张图片，那是新办理下来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的栏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2个字：林深。我抚摸着屏幕上的那2个字，心中五味杂陈。多年来为了那所谓的兄弟情付出的汗水，终究还是抵不过人心的贪欲。而这张经营许可证和那份改良后的配方，这些就是我从头开始的底气。申哥，证办下来了，店里也打扫干净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准备开店迎客了？别着急，我们先准备试炉，你那边记得要跟好招牌制作的进度。好嘞，申哥，包在我身上。过年的这几天是1年中大家最放松的日子，街边的饭店都暂停了营业，热闹的鞭炮声响过，红纸铺满了地面。我们一家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和往年一样出门串亲戚。可我和小雨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赵志强在家族群里发着大奔新车和年夜饭的照片，底下不断的有亲戚说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则是和小雨一起挂上了新的招牌。在老兵烧烤的旁边，申哥烧烤的门脸干净整洁。但还有一件事压在我的心上，千人千味，新配料的质量如何，不是我和小雨2个人就能确定的。老班长的消息是在大年初3传来的。小林啊，你寄过来的调料我尝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老班长的声音，我有些紧张地攥紧了手机。老班长退伍之后，凭借着一身在部队里磨练出来的厨艺，在市里开了10几家餐饮连锁酒楼。可以说，他的评价关乎着这份调料的生死。我跟你说实话，我在部队里带了15年的兵，出来又当了8年的主厨。你这份配方是我尝过最利索的。班长，你可别哄我。我什么时候哄过你？这份调料入口不燥，回口不腻，炭火一燎，香味都能挂住。尤其是里面的桃酥碎，更是点睛之笔。果然是老班长，这都瞒不住您。你小子在部队里的时候就爱琢磨，还真让你琢磨出门道来了。不过我提个建议，你那边人口味轻，孜然还可以再少放一点。记住了，班长。行，等你的店开起来，我叫上兄弟去给你捧场。别忘了，咱们部队里的人出来做吃的得凭货真价实。挂了电话后，围绕在我心头的那块乌云终于散去。只要调味过关，我就有信心能够盘活整家店。申哥，谁的电话呀？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是关于店里的好消息。就这家了，肉好，不压秤，我们长期合作。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发小，看着一股子窝囊劲儿。哼，林深小子主意倒是还挺大，还自己开店，真以为自己的手艺独一无二了。你说他自己开了店，15那天他还能来给你帮忙吗？这么多年的兄弟，他不来也得来。再说了，他那套调料我早就学会了，难不成老兵烧烤缺了他就不行了？等周哥的大单子谈下来，就烤串这活后厨拴条狗都能干。赶着砸钱倒是挺积极，明天我开车去看看他，15的事儿再提醒他一次。
凌晨4点是我每天早上去进货的时间。赵志强仗着去年赚了大钱，店铺要到15才开张，正巧赶着年节，是我积攒第一批客源的好时机。可我没想到的是，爸在更早的时候就等着我了。爸，现在才4点，你怎么不睡了？你开店的那事儿，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因为强子的事儿，你心里憋着股气，卯足了劲儿想要自己赚钱，这些我和你妈都知道。但是你得记住，刚开始开店，有些亏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呀，你和强子不一样，你是我一手看大，也是我亲手送进兵营的好孩子，哪怕脱了军装，也不能为了钱就和强子一样在背后干那种缺斤少两、以次充镐的事儿。只要你一天是军人，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愣住了，我没想到我爸大清早守着我出门，居然是因为这件事。我郑重其事的立正对他点了点头。您放心吧，爸，再穷，我都会守着自己的底线。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会让这个家越过越好。谢谢申哥，干了一上午就等着申哥的这一口了。快吃吧，别饿着。阿深，你这店开的还挺像样啊。强哥来了，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一口？看着就油大，不健康，我可不吃。这几天老兵烧烤还没开业，体验下当老板的感觉，开不开心？挺好。什么叫体验下？我们申哥现在就是老板了。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不过阿深，你在这儿小打小闹我不说什么，正事儿可别忘了。过2天周哥过来团建，可有100来号人，至少得采购50多斤肉，你可别不当回事。我没忘。那采购的本金从哪儿出？赵志强一听我提起本金的事，脸上那惯有的居高临下的笑容僵了僵。阿深，看你这话说的，钱我还能欠你的？赵志强口口声声的说着不会让我吃亏，可3年来每次有大客户包场修理设备这种事儿，都是我来掏的钱。我看了一眼停在店门外的大奔，赵志强手腕上的名表，还有王芳的脖子上一条金光闪闪的金链子。他不是没钱，是想让我把那6万块花干净，彻底没翻身资本。我这店租金、翻新设备刚弄完，手头真没什么钱了。你看，店是我的，客源也是我的，人家周哥那也是冲着我的面子来的。你呢，就负责好好的把串烤得让周哥满意。前几天店里刚进了一批新的设备，这食材的钱你就先垫上，等周哥的团建结束，账上走了流水，我再1分不少的还给你。这样的话，我在过去的3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次，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次也会同样不了了之。我看着赵志强虚伪的嘴脸和王芳脸上毫不掩饰的嘲讽，没有再和他讨价还价，只是点了点头。他似乎是十分满意我的顺从，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哥知道你是个实在人，等这个大单拿下来，年后有这种活还来找你帮忙，就当是照顾兄弟生意，够不够意思？志强，你就是太照顾兄弟，人家都在隔壁抢你生意了，你还把大单交给他。你懂什么？阿深是我发小，这种大客户只有阿深的手艺我才放心。没问题，我会处理好的。我顺着赵志强的意思随意应和了2声，表演欲上头的赵志强和王芳才心满意足地走了出去。看着大奔离去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声。赵志强满嘴都是年后的打算，可他不知道，我和他的情谊已经没有年后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照常采买食材，打扫卫生。年还没有彻底过完，镇上开张的饭店不多，因此几乎每晚我的店里都坐得满满当当。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原来的熟客来店里就餐，有些人是来真心捧场，也有更多的人是来看笑话的。阿深，你这放着好端端的厨子不做，自己来当老板，能干多久啊？就是，现在创业都不容易，有份工作就不错啦。隔壁人家赵老板干了多少年了？人家要客源有客源，要人脉有人脉。你说开就对门开，这不是找不痛快吗？小雨比我更听不得这些话，他拉着脸，手里拿着酒瓶子，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放。刘哥，酒你先喝着，串马上就好。小姑娘，你跟着阿深干，1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啊？到时候发不出来工资，你可别哭。这您就甭操心了，深哥他不拖欠工资，比隔壁可强太多了。类似诋毁的声音在店面刚开张的时候数不胜数，但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去解释什么，因为我知道关乎店里生死的一场硬仗还在后面。这2天店里事情多，我可能就没空回来休息了。你一个人
别太辛苦，要是实在扛不住，就给家里来个电话。别看我年纪大了，也能给你帮帮忙。没事的，爸，不用担心，我店里有帮工。我妈转过身去，从枕头下拿出个塑料袋，里面放着2双厚手套，那是她这几天在台灯下熬夜织的。我看着她眼下青黑透露出的浓重疲惫，不由得红了眼眶。这手套你烤串的时候戴上，妈知道你是个有担当的孩子，但是也得注意身体。我伸手接过妈递来的塑料袋，很轻，却沉甸甸的压在我心上。妈，您和我爸都早点休息，不用等我电话，多注意身体。好，你去。我背起包出了家门，看着飘落的雪花，抬起头，深吸了口气。妈忍着没有掉眼泪，我也没有，因为哭是没有用的，真正有用的是把火点起来，把肉烤香，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一个个都闭上嘴。冬天的 A 城天亮得很晚，凌晨3点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小雨一路骑着3轮车过来，睫毛上都挂上了冰晶。哥，昨天你说的光肉就得50斤打底，我去借了辆大点的车，你看看装食材够不够？我看着他因为骑车而红扑的脸蛋，心里不由得一暖。一开始他从赵志强的店里过来的时候，我只当他说的同甘共苦不过是一时兴奋的随口胡说。新店开业要忙的事实在太多，没想到他从收拾桌椅到采购食材，从来没有掉过链子，也没有喊过一声苦，一句累。足够了，我买了30斤羊肉，剩下了20几斤有牛肉、猪肉，还配了鸡翅和海鲜，宁可多点，剩下咱俩自己解决，也不能让客人没得吃。申哥，这肉看着真新鲜，成本得不少钱吧？现在不是论成本的时候。周哥嘴刁，不一样的肉便宜了2块钱，烤出来的味道就差了个台阶。做餐饮的，客人看不到后厨，但咱们得凭良心。这种话在过去的3年里，我不知道和赵志强说过多少遍，可他只盯着账头上那几块钱的薄利，从来不管为什么客人桌上的剩菜总有那几种。他从来看不到我为了保证原材料品质，在市场和人的讨价还价，只能看到我在烤炉前给肉串块翻面。他觉得拴条狗都能干的手艺。我知道，申哥，这就是我决定跟你的原因。听到小雨的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愣。上一次跟我说我相信你的人是赵志强，他说那话是图我的手艺，图我顾着和他的兄弟情不肯轻易翻脸。可如今新店的未来还没有定数，甚至为了节约开店的成本，他从我这儿拿的工资比之前的店还少200，为什么他就肯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干？我骑上他借来的3轮车，载着满车的生肉，小雨坐在我身后，不断地对着掌心哈气。在寒风中，我沉默了片刻，开口：小雨，你就不怕我这店黄了？黄就黄了呗，申哥，你有这手艺在，换个地方照样能开，到时候我还跟着你干。他嘴上说的轻松，好像换店铺就和摆摊没什么两样，但是我知道他爸前2天在工地上摔断了腿。我深吸了一口气，握紧了车把手。行，那咱俩就把这店开好了，别黄。他现在跟着我是把家庭的责任作为筹码放上了赌桌，更显得这份信任难能可贵。店里只有2个人，光是食材的处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站在灶台后，把买来的肉分类、洗净，切成大小均匀的肉块，腌肉的调料摆满了台面，一块块切好改了花刀的肉静静地在其中浸泡，等待着时间赋予它们征服味蕾的美味。我看着自己被水和料汁浸泡的发皱的指腹，心中的满足感远远盖过了疲惫。申哥，外面的桌椅餐具都擦干净摆放好了，就等着晚上周哥他们到了。可是什么？现在已经天亮了，隔壁的老兵烧烤到现在还没有开门，就算是我们烤好了，把车端过去，他们是不是也来不及收拾了？看着小雨天真的脸，我笑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赵志强。阿深，起来没有？不会还在被窝里赖床吧？起了，肉已经都腌上了。我就知道把大单交给阿深准没错。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周哥昨天晚上和我说，等团建结束了之后，他准备再安排一场年会，也在咱们店。到时候不仅人更多，还有好几个领导在，到时候还愁咱们这店不能扩建。他张口闭口都是咱们的店，丝毫没有把我当做另一家独立店面的老板。今天就看你了，阿深，可给咱争口气啊！周哥可是付了定金的。
怪不得赵志强对这一单如此上心，就算新雇了烤串师傅，也要再三打来电话要我帮忙。原来他不是不清楚我的技术对他的店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要在捞到更多钱之前榨取我的剩余价值。周哥还提前给了定金，这么上心啊？哈哈哈哈，是啊，光是这一顿饭的烟酒钱就给了3万。阿申啊，咱们把这一单干好，到时候十里八乡的人都得来咱们这儿，利润不愁翻倍。你把你的店铺归过来，明年的利润我们55分。赵志强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我这些日子付出汗水和劳务的店面，变成了他烧烤店扩建的一部分。我没有失望，也没有愤怒。他还不知道，他那套空有口头的承诺和居高临下的傲慢，会在几个小时之后彻底断送他对未来美好的设想。我开口打断了他：“再说吧，我这活还没干完，先挂了。”太阳逐渐西斜，我和小雨从天还没亮开始收拾桌椅、采购食材、腌肉、串串，一刻不停地干到天又黑了下去。终于店里的一切准备就绪，炉子里装满了果木炭，盘子里装着的是堆成小山的烤串，每一颗肉粒上都挂满了料汁，看起来丰满油亮，令人食欲大开。此时，明亮的车灯划破了黑暗，穿着一身和烧烤店格格不入的西装的赵志强走下了车，看着卷帘门还没打开的老兵烧烤，一气败坏地走到我面前。林深，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已经准备好了吗？赵志强西装革履地站在连卷帘门都没有打开的烧烤店前，脸涨得通红。认识他20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如此失态的神情。周哥他们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还在这吃饭？这就是你说的已经准备好了？看着赵志强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我低下头，不紧不慢往嘴里扒了一口炒饭。强哥，肉腌好了，炭烧红了，串也摆好了，这不就等着客人来了吗？林深啊，林深，年末的时候给了你6万，难道就是让你跟我对着干的？强哥，之前你说了，6万只是我1年的奖金，又不是卖身契。以前我只是个烤串的，但现在店铺租金、水电、食材本金都是我掏的。赵志强大概感受到了什么叫之前的话总会变成回旋镖，扎在自己的身上。他抬脚踹翻了摆在店外的凳子，伸手恶狠狠地指了我2下。好你个林深，你给我等着！说完这句话，他转头回到老兵烧烤店前，掏出了钥匙。许久没有打开的卷帘门在他用力的推动下发出刺耳的声音，积累的灰尘在震动下掉落在他精心打理的油头上。赵志强手忙脚乱地打开店门，回头对着小雨大喊：“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帮忙！”小雨回头看了看我，在发现我摇了摇头后，脸上露出了个俏皮的笑容。强哥，我已经不是您的店员了，给别的店帮忙，我们老板不让。小雨故意把老板2个字说得十分响亮，赵志强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赵志强掏出口袋里的手机，语气已经没有前几天吩咐我干活时的从容。喂，我不管你在干什么，现在立刻给我到店里来。老板不是说了明天才上工吗？再说了，现在大晚上的过去干什么？别废话，赶紧过来。让我现在过去也不是不行，赵总，你看这公司。赵志强伸手擦了一把灶台，看着手上厚厚的油污和灰尘，声音中带上了几分颤抖。今天的工钱给你翻倍，再叫上2个，不，叫上你身边的兄弟，都过来帮忙，越快越好。现在已经是晚上的5点半，赵志强不知道，现在即使是叫再多的人来，也没办法在7点前做出一顿能够让客人满意的晚饭。买菜、腌肉，光是准备最基本的食材，最少也要用上大半天的时间。在以前，他总是心安理得的把这些琐碎的活全部交给我来处理，今天他就会尝到当甩手掌柜的代价。你们2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没有你们，我照样干得成。撂下几句狠话后，赵志强连滚带爬的上了他那辆大奔，他头也不回的冲着菜市场开去。大概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天真，让他还抱有一分能够力挽狂澜的幻想。我要50斤，不，60斤肉，一共要牛肉、羊肉。赵志强慌忙的停在一处肉摊前，嘴里还不断喘着粗气。摊主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收起了手里的切肉刀。哎呦，哪里有这个时候才来买肉的？今天都卖完了，明天早点来。还没上，这不是吗？怎么就卖完了？剩下的都是些骨头、淋巴和皮了嘛，这种东西都是喂狗吃的。
我看你要那么大的量，是不是做餐饮？那不也是肉？别废话，剩下的都给我装上。没过一会儿，两个小青年走进老兵烧烤的大门，他们打量了一下许久没有清扫过的陈设和锅炉，见到赵志强不在店里，也丝毫没有干活的打算，纷纷拖开椅子，开黑打上了游戏。晚上的6点，几辆面包车的车灯划破了夜空的宁静，我和小雨赶忙起身上前去迎接。周哥，你来了。周哥看了看坐在老兵烧烤店外放着游戏声音，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嘟囔着什么的青年，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他抬头看了看招牌，表情有些疑惑。申哥烧烤，这老兵烧烤怎么看着也没开门？周哥，您来啦，快进来坐，先尝尝花生小吃，肉都是现烤的，麻烦您稍等一会儿。周哥向店内望去，视线扫过明亮吊灯下窗明几净的环境，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几分。然而当他看到在灶台后熟悉的我的面容时，彻底的放下心来，对我点了点头。优质的果木炭在充分点燃后散发着淡淡的植物清香，腌制好的肉串在不断的翻烤中沁出鲜美的汁水，衬得木签上的肉越发油亮诱人，醇厚的肉香很快飘向了半条街。我把新改良过的调料均匀地撒在盘子里的肉串上，看着小雨把碟子搁在周哥面前，包裹在手套里的掌心微微地出了一层薄汗。周哥拿起最顶上的一根肉串送进嘴里，咀嚼了2下之后，明显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他低下头来仔细看了看上面的调料，他说：阿申，你这味道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赵志强喘着粗气扶上门框，看到店里热闹的场景，失态地大喊一声：周哥！赵志强身上昂贵的西服袖子沾满了生肉的血水，精心打理的背头被汗水打湿。赵志强喘着粗气，手里还拖着2大袋生肉，在干净的地板上留下一道污渍，脸上挤出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周哥，您先在这儿垫点，我那边的店马上就……周哥看着赵志强的模样，忍不住皱了皱眉。强子，你这一身干什么去了？周哥，我买肉去了。您看，这都是最新鲜的肉。林深这小子不地道，明明说好了帮我，在这自己开火，把您给接过来了。到了这种时候，赵志强还想倒打一耙，可他忘了，正是因为老兵烧烤连张能坐的椅子都没有，周哥才走进店里的。赵志强把脚下的2袋肉打开，在摊位上整整放了1天的烂肉，如同脓水一般堆积在塑料袋里，骨头上的肉更是少得可怜，甚至还有些已经开始隐约孕育着微小的生命。几个离得近的工人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干呕了几声。周哥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赵志强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下。我给你预付了3万的定金，这就是你说的最新鲜的肉。不是，您听我解释，周哥，这是今天市场都关门了，我好不容易才买到这些。我掏钱请大家吃饭，是为了让大家好好高兴高兴，可不是为了来吃你这烂鱼臭虾的。林深，都是林深这小子口口声声说要来店里帮忙。强子，够了。强子，我和你合作3年，那是看在阿申的手艺上。镇上的烧烤店那么多，要不是因为味道，你真以为你的老兵烧烤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听到这话，赵志强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整个人都僵住了。你的那个店从过年开始到现在，别说开张了，连卫生都没收拾过，这是开店的样子吗？今天团建连肉都没有备好，你这个样子还怎么放心把年会交给你？周哥，年会的事儿咱们不都说好了吗？周哥冷哼一声，直接打断了他。说好了，合同签了吗？钱付了吗？强子，生意的事儿可不是只靠嘴上说说。周哥举起酒杯，回头看了一眼在烤炉后认真撒料的我。以后我厂里的团建年会都放在阿申这儿。对了，还有关于这次团建的合作条款，别忘了3倍违约金。我站在烤炉后，平静地对周哥点了点头。赵志强站在申哥烧烤店的门口，像是被人定在了原地，脸色由白转红，再转紫。那几秒钟，他的脸上闪过了愤怒、不甘、委屈，最后变成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空洞。周哥，你不能这样！周哥重新拿起了盘子里的肉串，像是驱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行了，赶紧走吧，那2袋肉别忘了带走，别脏了人家的地。我看着一身狼藉、几乎要站不稳的赵志强，没有如他之前一般的嘲讽，只有冷淡和平静。往后退2步，你身上的肉腥味儿影响到我顾客的食欲了。小雨早就拿来了拖把，在一旁等着。他弯腰托起那2袋肉，踉踉跄跄地往门口走。
他没有回头，我也没有叫住他。我知道20多年的交情在这一刻彻底断了。赵志强离开之后，店里很快恢复了喧闹，一盘盘烤好的肉、海鲜不断的端上桌，目前在垃圾桶里堆成了小山。随着最后一盘肉上桌，炭火的红渐渐熄灭。周哥叫住了我：“阿深，阿深，你也别站着了，过来坐一会儿。”周哥，今天用餐还满意吗？满意。你这串的调味改良过，比以前的还要好。听到这话，我忍不住笑了。对于餐饮人来说，最能够获得满足的，不是预定的大单，而是老顾客的肯定。我用围裙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在桌子对面坐下。周哥，今天谢谢您。谢我什么？谢您在需要的时候拉了我一把。阿深，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不是拉了你一把，人都是有心的，谁的东西好吃，谁的东西物美价廉，我就给谁生意，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捏着面前的酒杯，这番话像是一团暖洋洋的火，在我的心头燃烧。你和强子这店是我看着做起来的，头1年还不错，后来强子就飘了，肉的品质往下掉，连服务也跟不上。要不是冲着你的手艺，我早就不去了。周哥这是在和我说掏心窝子话，明眼人不是看不出是赵志强的问题，只是顾念旧情。今天趁着机会，把所有的话都摆在了明面上，一直压在我心头的一块重担也放了下来。倒是你阿深，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自己出来单开一家店，味道做得比以前还好，有魄力。不是有魄力，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行，我到时候提前准备，多请2个人帮忙，只要您信得过我。周哥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眼神中充满了如同父母一般的慈爱。信得过，不过丑话我得说在前头。您说，我做生意讲究的是真材实料，年会的材料每个人是120块的标准，还不算烟酒，肉要好，量更要足。如果让我发现你和强子那孩子一样偷工减料，别怪我不留情面。周哥嘴上说的不气，但落在我肩头的手却是热的。我抬头看着周哥的双眼，深知信任带来的巨大的责任。周哥，我在炊事班当了5年的兵，别的不敢说，良心这辈子都不会丢。这次宴会餐食的定金，我就先转给你。我看着手机屏幕上6万的转账，没了以前如同被施舍一般的别扭。同样是6万，赵志强给的时候是居高临下的打发，是羞辱，而周哥的这6万是长辈的信任与托付和认可。这笔钱虽然不能让人在一夜之间大富大贵，谢谢你，但我忽然在一瞬间意识到，我已经不是那个能够让人随便看清的烤串师傅了。周哥，您放心，到时候的每一串肉我都亲自过手。周哥没有再说什么，我起身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才转身回来。此刻在一墙之隔的老兵烧烤店，赵志强正瘫坐在椅子上，2个奇装异服的青年站在他面前。老板，活呢？哥几个在这等1晚上了，连口水都没喝上。赵志强精心梳理的油头散乱，西服上东一块西一块的布满了污渍，颓然坐在收银台后的椅子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没活了，都走吧。哎，你叫我们来的，说好了工钱翻倍，现在让我们走，耍我们呢？赵志强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皱皱巴巴的几百块钱，拍在桌上。1人100，拿了走人。几个小青年互相看了看，其中的一个人拿起钱在手里扇了扇。1人就100。老板，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们干什么了？坐在这儿打了1晚上游戏，还想要多少？你打电话叫哥几个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说是店里面有大单，赶紧多来几个人切肉烤串，结果呢，就拿这2兜子烂肉，活该你干不成。在几人的嘲讽之下，赵志强发疯了一般，掀翻面前的收银台。为首的小青年把钱揣进口袋，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行啊，老板，下次有这种不用干活还有钱拿的事儿，记得叫我们。几个黄毛骂骂咧咧的出门，赵志强一屁股坐回椅子里，伸手把桌面上的台灯扫到地上，哐当一声，灯泡碎了一地。小雨拉着我指了指在一片黑暗中坐着不动的赵志强，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好端端的生意怎么就做成了这个样子？但他永远也不会想明白，
因为他从来不肯去想，究竟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远处的几辆大货车驶来，赵志强看到搬运着崭新设备停在自己店前的工人，彻底像是一滩烂泥一样坐在了地上。去年的账目算清之后，他为了扩大店面，迫不及待的贷款订购了几台价格高额的进口烹饪设备。他以为自己还能像去年一样当甩手掌柜，可现在我签下了他的大单，他没了能挽留回头客的手艺，只剩下一个落满了灰的店面和账面上高得可人的负债。收拾好店里之后，我提前给小雨支付了这个月的工资，嘱咐他回去好好休息。一连下了几天的雪，终于晴了。阳光透过树荫洒在落满了雪花的腊梅上，一朵花的花瓣不堪重负的弯折，让积雪掉落下去，又重新弹起，挺立了起来。看着刚硬不屈的腊梅，我的心中生出了别样的滋味。在过去的3年里，我不仅要在后厨烤串，还得把关赵志强联系的供应商的菜品质量，不仅得小心翼翼地控制成本，还要负责处理顾客的投诉和意见。如今回头望向身后那间面积不大却窗明几净的烧烤店，我的心中是说不出的畅快。能签下这单，我不仅不愁以后的客源，更是打通了一条和周围各个厂家工厂合作的渠道。等流水和出品彻底的稳定下来，我就雇几个可靠的师傅，扩张一下店铺，陪着妈去好的疗养院住一段时间。这些有闲有钱的事情，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却已经是触手可及的未来。回到家中，我脱去满是油污的外套，好好的洗了个热水澡，把妈给我织的手套也洗干净晾了起来。没有以往忙了半宿回家的疲惫，亲自下厨给爸妈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坐在餐桌旁，我向爸妈诉说了昨晚签下的大单。妈看着屏幕上的转账，忍不住红了眼眶，爸却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你能获得强子的老顾客的信任，这是件好事儿，但爸有句话得提醒你，强子那孩子得失心很强，你这点刚起步又接了大单，在各个环节都得仔细认真，这做餐饮的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可不是吃投诉那么简单。回想起昨天晚上赵志强的反应，我确实心里有些打鼓。他当下不吵不闹，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绝不是什么能善罢甘休的人。我点了点头，我知道，爸。吃完饭以后，我把那张写着新调料配方的纸压在了枕头下，耐心地盘点了一下需要给年会上准备的任何东西，更是仔细预演了一下各个环节需要做的事情。我不怕赵志强找上门来和我翻脸，但我最担心的是他狗急跳墙，暗地里做出些什么事来。就在我联系着供货商做着年会准备的时候，赵志强却正在经历着暴风骤雨。年前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在赵志强他爸毫不留情的一耳光里灰飞烟灭。年前为了撑面子买的大奔，还有为了扩张店铺购置新的设备，已经把去年的利润花得一干二净。现在他们不仅没钱支付周哥的违约金，连重新开张的本钱都没有。赵志强只能开始硬着头皮不断的打电话求人。喂，王师傅，下周能不能来我店里干活？我给1个月3000，不5000。李老板，你手里有没有烧烤料的配方？多贵我都要。赵志强几乎把通讯录里搞餐饮的人都打了一遍，可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回复。赵总，不是我不帮你，这刚过完年，店里到处都是用人的地方，你出再高的价我也不能跳槽，不然我成什么了？赵总，干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要买别家调料配方的，你那店开的红火，那我怎么吃饭呢？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老兵烧烤没了我，也只不过是一家等着出租的废店。你看看你，好好个店就让你开成这个样子。爸，您别说了。看着赵志强这副如同丧家之犬的模样，他爸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不说，你都要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年前你买那大奔，我就跟你说你少嘚瑟。现在好了，钱花光了，客全跑了，你说怎么办？林深，都怪林深，那小子在我隔壁开了家店，把我的客全抢了。现在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吗？不行，你去好好的和林深说说，哪怕你们把店合了，每个月给他开1万，实在不行就2万，也比现在强。不可能，我就算是没饭吃，也不可能去求那个林深。他年前还像个乞丐一样被我给打发了，这种时候去求他，不就让他在我头上拉屎吗？这时，王芳从卧室里出来，穿了一件新的皮草，手里拖着行李箱，表情冷淡。芳芳，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强子，我们分手吧。你说什么？我说分手，你听不明白吗？就因为我现在没钱了？知道就好，现在连个烤串的都比你强，咱俩好聚好散，你那一屁股债就慢慢自己还吧，我可不想跟着你吃土。赵志强起身摔碎了茶几上的花瓶，将新买的电视砸得破烂不堪。屋子里被赵志强折腾满目狼藉，他双眼通红，眼神中透露着一股想要把林深拆骨入腹的狠劲儿。林深，
林深，你不是想要做老板吗？我让你这辈子都做不成。赵志强神色癫狂，死死地捏着手机，拨通了电话。喂，这次不干活，我请你帮个忙，就隔壁那家店，我要他开不下去。赵老板，我可不干打架的事儿啊！不打架，这几天林深接了大单，肯定要招临时工，你就过去买上一瓶百草枯，倒在他的肉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我干不了。钱不是问题，2万，行不行？电话那头沉默了，赵志强听到那边传来粗重的喘息声。强哥，这不是钱的问题，万一被发现了，那不得坐牢啊！再说了，百草枯那玩意儿沾上了就是人命。你别管那么多，出了事儿我兜着3万，3万干不干？这得多大仇啊，强哥！也就看在兄弟仁义，不过钱得先给，3万一分不少。挂了电话，赵志强看着屏幕上的转账，手都在抖。3万块是他最后的活钱，这笔钱花出去，他没有想过后果，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林深不能好过。这天快关门的时候，一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来到了我的店里，染着一头焦黄的头发，耳朵后面别着烟，说是要来我店里当临时工的。我定睛一看，正是周哥厂里团建那天赵志强找来帮忙的人。老板，你这还招人吗？招？你会干什么？啥都能干，端茶倒水、切肉串串、打扫卫生。你之前不是在隔壁老兵烧烤干过2天，那活没意思，我就过来看看。看着他吊儿郎当的模样，我就知道这小子没说实话，大概率是赵志强派过来的。但眼下店里人是真的缺，不过是盯得紧点，要是露出了什么马脚，也是送上门来的机会。1天100，管2顿饭，干得好留下，干不好走人。虽然我允许了阿坤现在留在店里帮工，但他丝毫没有小雨给我带来的踏实感。在没人的时候，我在店里装上了几个监控，我希望这东西永远没有用到的机会。但如果有人非要往枪口上撞，我也不愁没有证据。安装结束后，我掏出手机调试了一下画面，4个角度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后厨、收银台、调料台、冰柜一个不差。刚才阿坤在问，年会的东西得准备了吧？有足足300人呢，光串串就得串2天。食材已经打好招呼了，明天就开始准备。我列了个单子，你帮我看看还有没有差什么。在收银台的拐角，一撮黄毛鬼鬼祟祟的从后厨探了出来，我一言不发，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小雨接过我递给他的单子，念了起来：鱿鱼腿、牛肉、羊肉、鸡翅、烤肠、小菌干。申哥，咱们这回还做小菌干啊？周哥说他们厂的人有好多都是四川过来务工的，爱吃辣的这一口，到时候别忘了口味调得重一点。似乎是听到了想要的东西，那撮黄毛退了回去。虽然我从来不愿意以恶意揣测任何人，可眼下的情况让我不得不多留了个心眼。周哥的年会时间逐渐逼近，我和小雨、阿坤3个人每天晚上都在店里忙到11点多。申哥，明天要不要多叫几个人来帮忙？我认识几个哥们儿，干活都利索。不用，人手够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地飘了一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调料台的方向。我心里咯噔一下。你说那阿坤每天鬼鬼祟祟的，到底干什么呢？我没有立刻回答小雨的话，而是点开了监控。手机屏中，阿坤趁着后厨没人的时候，站在调料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瓶绿色瓶子的液体，撒进了醋瓶里。怎么回事？阿坤把什么倒进醋里了？通常装进这种瓶子里的，不是百草枯就是敌敌畏。我想到了阿坤是赵志强派来对付我的，但我没想到这个畜生居然敢拿顾客的性命的开玩笑。原先赵志强对我的羞辱我都可以一笔勾销，但做出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被原谅的。那瓶醋我只用来做了小菌干的腌料，因为重口的辣椒和香料可以盖住农药带来的异味。赵志强连这都算好了，专门挑了一个味道最重、最不易察觉的菜下手。我站起身走到调料台前，打开那瓶醋闻了闻，果然在醋香中藏着一丝刺鼻的化学味。申哥，咱们快报警吧，这吃下去可是要人命的。别着急，现在报警抓了阿坤，赵志强可以死不承认，但他既然做出了这种事儿，也别想着能够全身而退。申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去睡觉，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然后赌赵志强会倒打一耙。小雨年纪还轻，他只知道这件事不对，但赵志强既然敢让人下毒，就一定想好了退路，要打就得一棍子打死，不给赵志强任何翻身的机会。一大早，我和小雨就开始在店里准备，大概是担心东窗事发的时候被波及，阿坤说什么都不肯进后厨帮忙，只是机械地把烤串一盒一盒地塞进保温箱里。阿坤额头掉落的汗珠昭示着内心的不安，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拌进了百草枯的小菌干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保温箱中。进入周哥的厂子里，车辆一路慢悠悠地开到了食堂。阿坤一路一言不发，眼神飘忽。食堂里摆满了盖着红布的圆桌，还有气球装点，看上去十分热闹。工人们陆陆续续的进场，小雨也帮我把几个大保温箱里的食物摆在了桌子上。肉串热气腾腾，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各位，大家为厂子辛苦劳作了1年，今天趁着我们开年会，订购了镇上味道最好的烧烤店申哥烧烤，来给大家解解馋。大家吃好喝好，都不要客气。台下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工人们纷纷打开啤酒，从盘子上拿起肉串。我知道，真正的好戏就要上演了。赵志强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西装，头发乱糟糟的冲了进来。他推开前面挡路的工人，3两步冲到了台上。周哥，我有话要说。周哥眼神不悦，但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就被赵志强一把抢过了话筒。各位，我是赵志强，老兵烧烤的老板。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人命关天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台下骚动起来，几个工人站了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赵志强用手指着我和小雨的方向，声嘶力竭地开口：就是他们，那个林深，他把农药放在调料台上，鼓醋的时候不小心倒了进去，为了省那10几块钱的成本，他没有换调料。现在你们吃的每一口小菌干都是用百草枯腌的。听了赵志强的这番话，工人们彻底炸了锅。小雨着急地大喊：你放屁！申哥没有，他没有，我可是有证人。阿坤。被点到名的阿坤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我作证，我看见林深把1瓶农药倒进了醋瓶子里，又腌了小菌杆。周哥脸色一沉，身边的秘书迅速地报了警。赵志强站在台上，手里拿着话筒，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阿深，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紧不慢地走上台，拿起了另外一个话筒。各位工友先别慌，你们仔细看看，这桌上哪里有小菌干？赵志强和阿坤不由得表情愣了愣，他们仔细看了看桌面上的菜色，难道我们看错了？哪里有小菌干的半点影子？而我则清了清嗓子：各位工友，醋里有农药没错，可它不在桌面上的任何一根肉串里，也不是我倒进去的。周哥，能不能借用一下这儿的投屏？周哥看向我的表情有我从未见过的复杂，但也有着赞许。他点了点头。我从口袋里摸出 U 盘，大屏幕上的欢清佳节很快变成了高角度的监控画面。随着大屏幕上内容的变化，赵志强脸上胜券在握的得意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比深切的恐惧。在大屏幕上，阿坤拧开醋瓶的盖子，倒入了农药，又若无其事地离开，铁证如山。赵志强惨白着脸，还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你也是个干餐饮的，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放屁！你给我3万块钱，让我去林深店里下毒。转账记录还在我手机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给我兜底的吗？屋外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几个民警走了进来。怎么回事？谁报的警？这2个人涉嫌在食品里添加违禁品，已经被监控拍下来了。赵志强眼看大事不妙，大概是知道在铁证之前辩解无用。阿深，我知道错了，这次是我猪油蒙了心，一时没想明白才做出的这糊涂事儿，能不能原谅我一回？我的那家店设备、店面都给你，我以前对你这么好，我们认识20多年了，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看着赵志强熟悉的脸上涕泗横流，我没有心软，也没有复仇的快意。店黄了不要紧，他本来有无数的机会可以东山再起，可是心坏了，那就是真的无药可救了。2位，跟我们走一趟吧。赵志强和阿康被铐上手铐带走，他嘴里不断的胡言乱语，最后扭过头来，死死盯着我。林深，你给我等着！他让我等着，但是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不会再回来了。20多年的交情，从6万开始出现了裂缝，到1瓶农药结束，我的心里好像缺了一块什么，但却无比的轻松。赵志强和阿坤被警察带走了，而工人们举着肉串面面相觑，手里拿着串，不知道该吃不该吃。我指挥小雨把监控从头倍速播放，4个角度的视频，把申哥烧烤店内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抱歉，在年会上给了大家这么一个不好的体验，但是请大家放心。有问题的小菌干在今天出门前就已经处理掉了，我保证那瓶农药没有一滴沾在大家的肉串上。监控开始播放，右上角的时间从凌晨3点起，我和小雨的身影就在店里忙碌着，一袋袋生肉拆开，每一块都纹理清晰，色泽红润，它们被整齐地码上案板，控干血水。哪怕是对待后续还要处理的生肉，我和小雨也一定是洗过手，从切肉到腌制、烤熟、撒料，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每个人的眼前。大家看到了我用的肉是什么样的，羊肉是当天宰杀的，牛肉是上脑部位，鸡翅是正规厂家的，每一批都有检疫证明，明厨亮灶，每个环节
都经得起大家的考验。如果大家还有不放心的，这顿饭算我请，不花周哥的1分钱。台下不知道是谁先举起了酒杯，讨论声、捧杯声、欢呼声，逐渐让这里重新热闹了起来。台下觥筹交错，肉串的香味弥漫了整个食堂。你看看，监控又做不了假，这个肉真是香。申哥烧烤是吧？回头我带着老婆孩子再去吃一顿。小雨用袖口擦了擦通红的眼眶，对我露出个笑容。刚才吓死我了，我就知道跟着申哥准没错。只要你凭着良心做餐饮，顾客也不会亏待你。周哥手里端着酒杯走了过来。阿申，今天的事儿委屈你了。周哥，是我打扰您了，我也没有想到赵志强会……我也没想到强子会狗急跳墙走到今天的这一步。3年前他过来找我的时候，也是个挺精神的年轻人。我笑了笑，和周哥碰了下杯。从今天开始，我和他真的就是陌生人了。阿申，今天的这件事儿也让我看到了你的态度。以后我这边的接待、团建、年会都交给你来承办，包括我这边的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也都介绍他们过来。阿姨，不是我不帮这个忙，那天是我从监控里发现了投毒的事。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厂子里的工人要是真的吃了小菌干，他们怎么办？你们当时在我家饭桌上嘲讽我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要放过我一马？手头宽裕了之后，我没有像赵志强那样立刻买了豪车名表到处炫耀，而是带着我爸妈从那个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里接了出来，住进景区里的疗养院里。疗养院南北通透，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得到不远处连成片的临海。住宅区设备人员配备齐全，不仅能保证日常的医疗需求，连带需要检查的时候都不用专程前往医院。我妈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她时不常的就坐在阳台的躺椅上，织织围巾，绣绣花，做那些她曾经没有时间顾及的爱好。爸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我看到他有时夜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遍遍的换台。我知道他不是在看电视，而是在享受这个家。除此以外，申哥烧烤的店里不仅有顾客的意见部，更有员工的意见部。在多方的不断努力下，申哥烧烤是镇子里行业底薪最高的烧烤店，配有5险1金，还有年假，节假日福利也在不断增多。看着员工和顾客的笑脸，我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想听到什么人的褒奖，而是在为多年前的自己撑一把伞。我给老班长寄了2条好烟，又给他打了电话。在电话那头，小林啊，听说你现在是大老板了。班长，我还是那个烤串的。对，记住这句话，你是为顾客烤串的，数钱的人会飘，凭着自己手艺吃饭的人不会飘。听说赵志强最后还是被判了8年，他爸最开始去看了他几次，后来也不去了。偶尔下夜班的时候，我路过他家楼下，那盏灯也再没亮过。8年的时间，让小雨从那个连工资都不要的青涩姑娘，变成了能把一群人管得服服帖帖的总店经理。他爸的腿也好了，现在在仓库当保安。有人撮合我们俩在一起处处看。表白那天，他的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明亮。下班的时候，小雨提议要走路回家，忆苦思甜。看着窗外一如8年前的那场大雪，我无奈牵起了他的手。在路过一处路灯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佝偻在圆筒烤炉旁，不断地搓着手。那正是赵志强。这几年他老了许多，不过是40出头的年纪，就已经头发花白，在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出意气风发。老板来个红薯。好嘞，老板。我摸出手机扫码付款，买了个热乎乎的红薯给小雨暖手。卖红薯也好，只要秤还准，路就不会歪。好嘞，老板。我们回过头去，不再看瑟缩的赵志强，互相搀扶着，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走上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风雪有多大，都会有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归途。